下一刻，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天空之门的缝隙中迸射而出，如同利剑撕破了苍穹的宁静。那是来自未知国度世界的纯圣之光，携带着无法言喻的威压，冲入了金地天盟主所施展出来的造化规则之中。轰！刹那间，这道纯圣之光直接洞穿了玄奥无比的造化规则之法。那是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仿佛天地初开，混沌初分。造化规则之法在纯圣之光的冲击下，遭遇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轰然崩解，如同脆弱的琉璃在狂风中粉碎。空间震荡，海啸山崩，无形的能量波动激荡出一阵阵空间波涛，仿佛连天地都在哀嚎。那惨叫声直冲云霄，宛如那是造化规则破碎的惨叫，令在场的众神奇强者个个面色骤变，心中惊骇无比。周围的景象在这一刻变得扭曲，空间波动如海啸般汹涌澎湃，仿佛随时都能吞噬一切。众神奇强者在这股能量波面前，如同蝼蚁，渺小和无力。他们的震惊之色溢于言表，眼睁睁地看着那天空之门释放出的纯圣之光，他们的力量在纯圣之光的冲击下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将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金地天盟主以及9大副盟主无情的击败。这些神奇联盟的高层人物，如今却只能狼狈逃窜，无处可躲。此时在那崩塌的空间中，变成了规则的深渊，无底的黑暗中透露出绝望的气息。而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金地天盟主捂着自己受伤的胸口，脸色苍白如纸，嘴角溢出一丝血迹。该死！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与愤怒，怒骂之声在黑暗的规则深渊中回荡，显得异常刺耳。他知道，这一刻他最强的力量已被一股超乎想象的力量彻底打破，即便有着神明石的力量，也无法撼动那道天空之门丝毫。在那股力量的面前，他们连抵抗的资格都不够。怎么会这样？那道门究竟是什么东西？金地天盟主想不通，自己会败给一道来历不明的门上，可是他却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那道天空之门的背后，乃是一方未知国度世界。它并不是一道门，它是某种代表。盟主大人，我们身受重伤，恐怕不能与你回去了。一道微弱的声音传入金地天盟主的耳中。金地天盟主的目光猛地一凝，在他的不远处有着9道身影，他们正是9位副盟主。刚刚他们在纯圣之光的冲击之下，半导体如瓷器般碎裂开来。更绝望的是，9位副盟主的半道心更是如同玻璃般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纹，岌岌可危，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崩解。如果此时有一阵风吹过的话，都能够将9位副盟主的半道心吹裂。金地天盟主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刚刚那一道纯圣之光不仅仅是力量上的压制，更是对他们道法的摧残。他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死亡味道，是无尽黑暗即将吞噬一切的预兆。难道本盟主真的要在这里深陨了吗？绝望在金地天盟主心中无限的蔓延开来。他知道，即便自己再拼尽全力，也难逃对方致命的一击。突然间，纯圣之光如同利剑一般，再度对着金地天盟主射来，无情地锁定了蒙他的身影。这道纯圣之光仿佛能洞穿一切阻碍，直达规则的深渊，将死亡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金地天盟主感到自己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尽头。他的视线被纯圣之光锁定，那光芒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者，无情且不容抗拒。金地天盟主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准备迎接最后的审判。然而，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将结束时，那束纯圣之光却带着一丝戏谑，仿佛在嘲笑他的无力。大纣的造化神灵，你的神魂很强大，并且拥有3个大道，不如祭掉你的神之路，迈向天之路，你将会获得比神更强大的力量。或许是看中了金地天盟主的3个大道集于一体的神魂，倒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成为天之路的一员。天之路，那是什么？金地天盟主疑惑猛地睁开眼睛，只见那纯圣之光穿透了他的身体，将他拉入一个纯白色的未知空间中，周围什么都没有，温度骤降，直接将他体内的造化神力都凝固起来。这一刻，金地天盟主感受到了自己的造化规则被撕裂，仿佛自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即将成为某个更高维度存在的祭品，得以重生。你无需知道天之路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你祭掉自己的神之路后，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你根本无法触及到的更强力量。纯圣之光仿佛有着自己的意识，一道空灵之声再一次的在金地天盟主耳边响起。祭掉自己的神之路。死亡的气息紧紧地将金地天盟主包围，冰冷而沉重，如同实质般的白雾将他吞噬。金地天盟主的心中涌现出一股不甘，虽然他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可是他明白自己的神之路将会以祭品给祭掉，但他也不相信对方口中的什么比神更强的天之路。然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金地天盟主身上的神明石陡然间光芒大盛，璀璨如同白昼，周遭的空气似乎因着突如其来的炽热而扭曲。
那光芒不仅仅是亮，更带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令在场的所有人心神颤动。这道光芒不仅仅是夺目，它还蕴含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仿佛能直通未知的神国世界。这道光芒以破晓的姿态穿透了这片天地，甚至洞穿了任何力量物质束缚，直接将已经被天空之门拉进一处未知空间中的金地天盟主及其只剩下一口气9位副盟主的身影全部笼罩其中。在被这道光芒笼罩的瞬间，他们的面容在光芒中变得朦胧，仿佛瞬间升华，脱离了这片天地的羁绊一般。随着这道光芒不断的攀升，遥远的天际似乎都被这力量牵引，缓缓地浮现出望不到边际的浩瀚银河。那银河缓缓地旋转着，每一处都散发出星辉般的光泽，宛如一条由星辰编织而成的璀璨长河，静静地悬挂在众神奇强者的头顶之上。银河的深邃和广阔让众神奇强者感到无比的渺小。在那璀璨的银河中心，有一块区域异常明亮，一道光幕洒下，光幕中的影像若隐若现，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光幕中显露出一道模糊的身影，似乎是一位至上的存在，那是神明的化身，静静注视着下方的万物众生。周围的众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异象面前，不由自主地紧绷着身体，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不解，更是对未知的恐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穆而庄严的气息，似乎连呼吸声都被这景象所压抑。那是什么？在场的所有神奇强者不约而同地想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疑惑和恐惧，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眼前的景象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金地天盟主和9大副盟主的身躯在那道光芒的映照下显得有些神秘起来，而且神明石的光辉与银河的浩瀚相互辉映，仿佛在这一刻宛如与整个宇宙的力量相连，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般。整个场景宁静而庄严，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神奇强者都在等待着那模糊身影的揭晓。这竟然是9天银河！天空之门被眼前突然浮现的银河景象所震惊，并且似乎回想起了什么画面，让他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景象突然降临，仿佛是某个久远时期记忆的碎片在眼前重构，一幕幕古老传说中的画面在他的意识中闪现。萧炎、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云韵等人站在不远处，虽然听到了9天银河这4个字，但是却感到十分的陌生和困惑。但从天空之门那充满震惊的语调中，他们能感受到这9天银河绝非凡物，而且其来历应该也非常的可怕。难道那光幕中的模糊身影就是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吗？萧炎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关于那位大人物的信息，因为从刚刚金地天盟主释放出神明石的力量时，萧炎就感觉到他所施展的神明象王手中就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也就是那种神秘力量的加持，让金地天盟主做到了与天空之门抗衡的程度。而现在随着所谓的9天银河出现，那光幕中又出现了一道具有无比神圣威严的模糊身影，似乎是为救金地天盟主他们而来。想必在神奇联盟中，除了那一直没有露面的背后大人物之外，恐怕已经让萧炎想不到还有其他大人物了。灵动沐尘他们也感受到那道模糊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只要对方愿意，可以一瞬间将他们这些大道主神瞬间击杀，并且可以做到让他们永远的消失在这片天地间。那种神秘而又强大的压迫感，近乎让他们这些大道主神都感到呼吸困难。此时，在那遥远的天际上空，9天银河如一条璀璨的白链横贯长空，倾泻而下，其辉煌夺目，令人目眩神迷。光幕中的身影尽管扭曲不清，却透出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息，似乎正是这9天银河的主宰。他的真面目被层层光辉所掩，只留下一抹朦胧的身影，让人不禁生出探索他的真面目。然而就在此时，银河之中突然泛起涟漪，其中的星光仿佛有了生命，开始跳跃旋转，编织出一幅幅绚烂的神图。天空之门的神情也变得更加深邃，仿佛穿越了某个时间，回到了某个古老的纪元时空。萧炎、灵动沐尘等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吸引，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和疑惑。竟然知晓9天银河，看来果真与我料想的一样。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银河之间，一声洪亮而神秘的声音响彻云霄，仿佛来自9天之外，又似乎蕴含着整个银河的力量。随着这道声音传荡在这片空间中时，天地间的规则似乎因这声音而震颤起来，星辰为之改变轨迹，空间散发着一道道惊人的波动。那道模糊的身影站在光幕之中，若隐若现，仿佛与9天银河融为一体。他的面容难以辨识，被一层光辉所笼罩。他转头看向重伤的金地天盟主，目光深邃，如同星空一般深不见底。那个东西拿到没有？金地天盟主虽然身受重伤，但在听到那声音的一刹那，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拿到了。金地天盟主的声音微弱，却异常坚决。那一瞬间，模糊身影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诡异的微笑，他的微笑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哈哈哈，很好，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
有了那个东西，整个诸神万界的格局将会发生最大的变数，而你想要成为诸神万界的最强统治者，也将会手到擒来。整个璀璨无边的银河因这道笑声引起了震动，那是一种绝对的自信，是对局势的绝对掌控，甚至是对未来局势的锁定。